it's me。嗨，大家，这其实是一个很困扰我的问题，就是由于工作的忙碌，对家人的陪伴和照顾没有做得很好。我们家孩子大多是爸爸在带，我这个妈妈很多时间都会缺席，所以今天呢，就来和大家说说心里话，聊一聊，也向大家请教一下，就是我们要做事业的女性，职业女性应该怎样才能平衡工作和家庭？首先，可能大家很好奇，说你到底是有多忙呢？忙到连陪孩子的时间都没有了。那我的职业是自媒体，就是没有固定的休息时间。忙起来的时候，比如说视频必须要某天发布的话，晚上或者周末我都得一直工作。有时候我还要熬通宵，这就不像是上班的朋友。那晚上或者周末时间可以多一些，可以陪一下孩子。而且视频的制作需要的精力和时间之多，可能是只有你自己做了一支视频之后才能理解并相信的。而且我这人吧，就是又比较的事儿多，对自己要求高。我发出来的视频方方面面，包括细节上，必须要达到我自己设的那个标准才行。然后能力呢又有限，所以就做起来很费劲。所以我觉得对我而言，平衡家庭和事业特别难，只能是在两者之间徘徊，就是这段时间多拼一下事业，下一段时间多顾一下孩子和家庭，就是来回这样将就吧。不知道大家你们是怎样平衡家庭和事业的？尤其是自己创业的朋友们，你们是怎么做的？欢迎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。所以很多时候在面对孩子和队友的时候，我总是会心生愧疚，就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。尤其是看到别的妈妈，比如朋友圈啊，或者别的博主分享他们跟孩子的一些互动的一些事情的时候，尤其是妈妈需要给孩子花费很多时间来做的那种事情，比如说参加学校孩子的各种活动啊，给孩子精心筹备各种 party 啊，我就会尤其更加的谴责自己。我也想补偿，想拿出更多的时间给到他们，但是我做不到。这里呢，也跟大家再多说一下我们家的情况。我们家现在是3个宝宝，大宝和二宝呢是几乎我和我老公自己带大的。除了大宝小时候爷爷奶奶有过来帮过我们1年，但我们一直是都没有保姆或者是阿姨的。那现在呢是有了小宝，我妈在这里帮我们，因为实在是忙不过来了。我这些年呢，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家工作，所以孩子基本上每天都可以看到我，也就是随时可以和我互动，而且晚上呢也一直是我和队友一起来照顾他们睡觉的。但是呢，我没法说拿出很多的时间来陪他们，像写作业呀，陪他们做手工呀，每天他们放学后带他们出去玩呀，睡觉之前讲故事呀之类的，这些事情呢就都是他们爸爸在做的，就是我老公做的多一些。可能这时候有朋友会说，那你做自媒体有收入，可以给他们提供更好的物质条件，这也是一种补偿。怎么说呢？这个说法是对的，但关键问题是我也没有赚到多少钱，因为我好像有那个恰饭羞耻症，就是不喜欢接广告去挣钱。而这个方式呢，大家也知道做博主的一个主要的变现渠道。因为我觉得我当初拍视频的初心呢，就是为了帮助大家，不管是我当初的购物分享，还是后来的运动视频，都是我自己亲自用过觉得好的，或者我做过觉得真正有效的才分享给大家。看到大家说有用呢，我就很开心。而且商单也就是广告视频，它都是有档期要求的，就是品牌会要求你这个视频必须在某一天的某一个时间发出来，这就让我很有压力，也让我觉得受到限制，我就更加抵触。所以我虽然做视频，关注我的朋友也挺多的，但基本上也是属于一个用爱发电的状态。我们家的大的花销，比如买房子啊、买车子啊、养孩子啊，大多都是我老公的收入来支付的。他是一个特别靠谱、特别能干、很努力的一个人。但是后来我就觉得吧，把本该用来可以陪伴孩子和家人的时间拿来做了视频，收获的仅仅是我自己的开心和我精神上的满足和成就感的话，这个事儿也不太对。而且我这个自媒体想要做的更长久、更好的话，也确实是需要物质支持的。比如我想去请摄影师，想去请剪辑师，或者买更好的摄影器材，这些都是需要钱的。所以现在我对自己特别喜欢的产品和品牌呢，就会更愿意去合作了。比如今天的 Moody Tiger 就是我们家孩子一直喜欢穿的品牌，我之前还是被别的博主种草给他们买的。他们家做运动服装很专业，衣服也的确很舒服，也很好的平衡了运动和日常实用的穿着场景，这就有点像我在追求的对事业和家庭的平衡。所以当这次品牌联系到我的时候，我说 OK， 就没有再像以前那样推脱说我非常忙档期排不开之类的。那关于孩子的陪伴我现在也有点开始转变思路，就是我可能没法像别的妈妈那样以那样的方式来陪伴他们，但是我有我自己的方式。比如我会带他们一起运动，我们有时还会穿亲子装，会觉得大家更亲近更开心。这些单品都来自 Moody Tiger， 他们家不光是小朋友可以穿，大人也可以。我选的就是我女儿同款的170码，
他家衣服我最喜欢的点就是很轻薄、很亲肤，又透气性很好。带孩子一起运动很解压，而且如果我能把这个爱运动的习惯给他们熏陶和培养起来的话，也是一件能让他们能受益终身的事情。其实妈妈陪伴孩子的方式是很多样化的，对于好妈妈的定义也是非常多样化的。我要学会给自己松绑。另外，我想孩子他们也是有自己的认知和判断的，就是虽然我很忙，虽然没法给他们很多时间，但是我知道他们是能感受到我是很爱他们的，所以他们呢也都跟我特别亲，关系特别好。虽然说他爸爸带他们的时间更多，但他们就还是跟我更亲近一些，什么事儿都是找妈妈找妈妈。而且我想孩子们他也更愿意看到一个积极向上、努力认真做事业的妈妈吧，他们现在还蛮为我骄傲的。另外我有女儿嘛，所以我也很注重对她的影响，就是以身作则的来让她知道我们女性要独立，要有自己的事业，能进能退，这样才是一个好的健康的状态。最后呢，就是还想跟大家说，也是我自己一个追求，就是不管每天我们有再忙，不要忽略自己的需求，要确保每天有一些时间是属于我们个人的，可以是锻炼一下身体，也可以是看一本书，或者你可以冥想一下，或者是你其他的什么爱好，就是要学会适当的来休息和放松。因为我们的身心健康，不管是对于工作还是对于家庭都非常非常的重要，而且我们也必须得先去好好的爱自己，才能够更好的爱别人，是吧？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，谢谢大家听我说这么久，那我们就下期视频见，拜。